我是犬犬，一位热爱风景摄影的业余风景摄影师。我能这么称呼自己吗？我不是那么专业，没有太多阅历，不过我有的是一颗对风景摄影狂热的心。这是我的频道历经了6年的沉寂后，重新以影片的方式分享相片背后的故事。这趟拍摄行程，我回到了我的摄影故乡恒春半岛。请加入我一起前往炙热的南国半岛，一起来一场2天1夜的风景摄影旅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犬犬，好久不见了，哇！上次拍影片已经是6年前吧，2018年的时候。这段时间发生了好多事，也变了好多。那我想没有变的大概就还是我对摄影的热忱吧。我现在在的地方是旭海，我这一趟过来的目的呢，就是摄影啊。那为什么会挑这个地方呢？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恒春这个地方算是我摄影的牧师之地啦，算是我摄影的发基地吧，就是也算是我最喜欢拍的一个地方。我总是可以这边拍到很多我喜欢的照片。基本上我这一次过来呢，大概就是照着我平常在恒春拍摄的行程，主要会着重在就是半岛的东部这一带，包括是旭海，然后九鹏。那特别是九鹏，因为我其实在这边已经拍过很多次了。那其实一直有一个我很想要拍的九鹏沙洲那边的枯木，然后配着日落或日出很漂亮的光线，这样子。计划就是继续沿着这条路，台200还台199，我说我永远记不起来。我会沿着这一条路，然后一路骑，我会骑到东园，然后我们会在东园的水上草原旁边会有一个外环的步道，我会沿着那个步道去找，看有没有什么漂亮的风景。毕竟现在是中午，光线比较平淡，所以如果说在森林里面的话，或许可以找到一些比较漂亮的景致。那下午呢，我就会到九鹏，然后呢，我会在九鹏扎营，然后拍摄九鹏的日落。隔天早上，当然就是拍摄九鹏日出啦。那目标当然是锁定在九鹏沙漠的日出日落，但是可能还是得要看当时候实际的状况。那大概就是这样的计划。好 ，Let's go。好漂亮哦，那是水面上的倒影。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条步道。我刚刚大概在这条步道上已经走了20几分钟了。我原本其实很担心，因为这条步道我已经来过很多次，我原本蛮担心我可能已经找不到什么漂亮的景可以拍了，因为我不是那种很喜欢一直拍重复的 view 的人。对我来说，我比较想要找新的点。好在被我找到了，我原本真的很担心。一个比较让我意外的地方是，这边的水位好像变高了。不是这边水位变高了，要不然就是这边可能有几棵树已经可能树枝垮下来，已经沉进水里面，所以景色变得跟我之前看的时候不太一样。所以当然值得好好再探一探喽。
晴空万里。我原本在尝试拍摄那边那一棵树，问题是我发现这个角度的前景会被前面的树叶挡住，显得有点太杂乱。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晴朗了，所以阳光算是非常生硬的打在树叶上，还有水面上，所以让这个场景的反差变得非常大，整个场景的画面看起来是变得比较混乱了一点。好在我后来发现另外一个方向，从这个方向望过去，就我发现那边有好几棵姿态非常扭曲、非常奇异的树，我想它应该会是很好的目标，所以呢，我就打算以它来当目标来拍摄啦。但是也是一样，因为阳光还是非常强烈，所以就是在反差上面可能还是会有不少的问题，所以我恐怕会需要拍摄几张不同曝光值的相片，再回去合成咯，看着办。OK， 我移动了一下位置，到更前面一点，因为这里呢，我可以更明显的，就是更好的去针对后面那几棵树构图，然后不会被前面的这一棵很大的枝干给影响。那我现在的策略呢，就是我想要拍摄前面的池塘里面的落叶，然后还有池塘上面的光影跟树，就是我希望把它们给结合在一起。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最好是可以呈现出一个比较诗意、比较浪漫一点的景色。下一幅照片，这个躺在水里的一根木头，啊，它虽然是一根躺在水里的木头，但它不是一根简单的木头，因为它是一根躺在水里，然后被阳光照亮的木头。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个水面上的层次，阳光的层次，我觉得非常漂亮。然后再加上飘落在那个水面上的落叶。很鲜艳的红色啊、黄色啊、绿色啊、橘色啊，跟水面上的那些泡泡，这一切看起来都是相当漂亮，所以我决定就把这个当作是下一张构图。在这种要拍摄水面的场景，我通常都会用偏光镜。那当然，在这个场景呢，我也用了偏光镜。那偏光镜的用意当然就是要把水面上的就是环境还有水面上的那些漫射光，把它给就是偏正掉。那这个场景呢，我打算要用2个不同程度的偏光效果。那我会再去选择我到底最终会比较喜欢哪一个。然而很不幸的，我最终没有机会选择喜欢哪一张照片，因为没多久一团游云就遮去了阳光，让原来池塘上的浮光顷刻消失。即便在正中午阳光普照的树林里，你仍无法预测景色下一秒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是风景摄影，你永远无法预测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然而，也是风景摄影，我也没料到下一刻将见到的景色。刚刚突然吹来一阵很大的风，然后呢，把就是湖面上、把池塘上面的那些泡泡，
就是有一些很致密的泡泡，你可以看到在前面那边有很多很致密的泡泡，把它就是一整波的吹过来，哇！然后让整个湖面变得很像是金属，或是某种木头的肌理的样子。然后阳光洒下来，再加上树影，哇，那个景象非常漂亮，而且非常的抽象。拍出来的结果是我非常喜欢的风格。老实说，我刚刚陷入了抉择。我在觉得我到底应该留在刚才我经过了旭海旁边的凉亭那边，拍摄被阳光照亮的南人山，还是我按照计划就来九鹏沙漠这里？当然，我最后选择了后者。计划改变，决定不拍九鹏沙漠了。请原谅我悲惨的麦克风收音。这里我想说的是，由于我计划拍摄的西北日落方向，天空被一片有够大的雨云所遮蔽，所以很明显，继续执着于在九鹏等日落，肯定不会是个明智的决定。考虑到东边天空看起来还十分晴朗，而且东南边的积雨云已经被阳光染上日落的淡粉色，我决定改变计划。回到旭海的礁岸边，碰点运气。我们要回到旭海的岸边了。我现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九鹏的岸边，应该是在接近金屿喷泉附近。我非常喜欢海面上随着海浪被，就是冲着飘来飘去的，应该是马尾中海藻，那个姿态很漂亮。所以这幅照片我应该会用慢快门，然后试着留下马尾中海藻跟海浪的轨迹。然后另外当然最重要的，我用前面这两颗石头当做主体，然后呢远方最远的远景是我们远远看过去的中央山脉，然后还有剩下一点点被造成红色的云彩这样子。那我希望待会晚一点之后，天空颜
色，还可以变得更红。如果可以的话，那就真的是太好了。这一天的拍摄成果，说实在不算太差。虽然没能拍摄到心目中期待的九鹏沙漠日落，也没有捕捉到什么史诗般的壮丽景色，但翠绿的森林、海岸线潮水涨退的轨迹，置身在半岛的诗意美景中，还是让我无比过瘾。这确实就是我心目中最经典的半岛景色。也不论如何，明年金贼还有一次机会呢。好热。整体来说，今天的拍摄成果称不上是很好，但是也不算是太差就是了。虽然今天没有拍到日落的九鹏沙漠，但倒是看到了旭海岸边很诗意的晚霞。所以很多时候，风景摄影对我来说，其实也不是意味着一定要拍到什么满意的照片或者美丽的照片。最重要的恐怕是在那个当下吧。但我必须承认，一边拍影片一边要拍照片，我真的很难好好的去享受那个当下。对我而言，这很困难，这恐怕需要时间练习。明天早上一大早，我就会离开帐篷，然后呢就会移动到后面的九鹏沙漠的那个大沙丘，然后呢我就在上面希望可以拍到很漂亮的日出色彩咯。因为我期待呢西北边或许会有一样是被日出的阳光染红的高云，或甚至是维纳斯带。但其实在我心中我是很担心啦，因为看到今天的那个积云，如果从气象图来看的话，的确明天很有可能还是会是一样的惊艳的情况。假设我一大早离开帐篷的时候看到的天空还是那个情况，那我可能就会考虑离开九鹏沙漠，再回到旭海的海岸，或是找其他的地方，想办法发挥咯。那不管怎么样，现在时间已经晚了，明天早上还需要非常早，一大早可能4点多就必须要爬起来，所以呢，现在该是我的睡觉时间啦。OK， 那就明天见喽，拜拜。非常糟糕的一晚，实在是太热了，我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睡，大概可能只有睡了1-2个小时不到吧。可以看到东边的天空已经开始有一点颜色出现了，至于西边的天空呢，看起来仍然是被一片蛮有厚度的云给遮住，所以答案很明显了，我们要回到旭海的岸边。
现在大概是日出后10分钟、10分多钟左右，太阳的角度还很低，所以可以看到日出后金色的光线洒在海面，还有前面的礁石上。然后我现在眼前呢是把一块礁石，比较大块的礁石上面的很小很小的，就是积的海水，当做是前景。中间呢是那一块海面上悬固在海面上那一块大块的礁石，更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就是连绵的山脉。同时呢，天上的云朵也因为阳光的照射，所以变成金黄色的。我使用一面 GND8的渐层镜，还有一个64的减光镜。那我希望把曝光的时间延长，让海水能够虚化，同时也捕捉到云朵的轨迹。OK，ISO 50，F13，快门30秒。很可惜，我在阳光已经转成金色之后，才发现这个地点。所以刚黎明时的那个很耀眼的红色的色彩，我没能很好的捕捉到。我用非常快的速度拍了一张，但是很可惜，那个曝光的时间不够，因为云朵的轨迹不够长，所以天空显得有点杂乱，我觉得很可惜。但现在金色的云朵仍然相当漂亮，我还是拍得很过瘾。我本来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然后突然我就发现地上的这几颗小小颗的，应该是藤壶吧，吸附在石头上的藤壶，然后还有石头上的绿色的颜色，然后再配着红色的，就是有红色啊、绿色啊，各种不同的色彩。我觉得是个蛮漂亮的图腾，所以我决定要把它拍下来啦。ISO 100，F11，快门1/5秒。那这样，这一次的拍摄行程到这边也算结束啦。是个很漂亮的早晨，只可惜我收帐篷收得太慢了。等我来的时候，我能发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过没关系，至少也是享受了一个非常宁静、非常漂亮的早晨。这一趟拍摄行程，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拍影片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在风景摄影的时候就已经要花费我不少的心力。我需要想着我要在哪里拍照，我要调什么角度，我要怎么样构图，光线来了，光线很急很快。然后在这些种种之外呢，要拍摄影片，实在是 CPU 有点不够用。但总之，这一趟的拍摄行程大概就是这样啦。等我整理完我的脚之后，我就去杂货店买杯凉的，然后找个地方泡个咖啡，吃我的早餐。那这部影片大概就到这边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拜拜。